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行善与作恶在面相上会有何反应。善行积福，恶行损德，不过善行与恶行总在一念所起。一个人一生中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，从而造就恶业，也会或多或少的有意无意之中种下善因，以待福慧的成熟结果。有了恶业并不可怕，只要你心存善念，真心悔罪，亦能消灭灾祸。有了善业也不用沾沾自喜，还得持续努力，不然亦会沉沦与堕落。同时也不要对别人的善心怀妒忌，更不能对别人的恨而耿耿于怀。故此每个人都要对别人隐恶扬善，对自己要隐善扬恶。但是有人总是怀着侥幸的心理，认为自己做的隐秘，别人不知道，于是心魔缠困，不能自拔。其实无论你干得多隐秘，别人也会知道，只是别人有怀柔之德，不愿意说出来而已。因此才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的说法。不过我们要说的不仅天知地知，你的身上也有记录，你积累了多少阴德，造就了多少恶业，这个记录就像树木的纹理一样，诚实无欺地保留下来。一、行善作恶后面相有哪些特征？最为典型的记录就是你的阴质纹，即面相上阴质部位留下记录的纹理。阴质亦称为泪堂、龙堂、凤带，是指面相中位于两眼下卧蚕内的部位，在12宫中为男女宫所在处，主管子嗣的有无。故此相学神异赋有云：阴质肉满福重心灵之说，意为阴质部位丰满者为福贵之相。原因就是古人以多子多孙为福，故相学认为若眼下阴质部位光明润泽，子嗣环绕，为行善积福所致。纵然有克子之凶兆，也会因为既有阴德而生贵子。相反，若多有不善之举，则会使眼下青暗虚肿而破吉相，有损子女。若改恶从善，助人积德，蠢肉即会生出阴质纹，化凶为吉，绝处逢生。相传春秋时有名商渠者，年届45子，孔子见其眼下隐现阴质纹，断其必得贵子，后来果被严重。另外，除眼下卧蚕部位外，阴质纹还可以在颜面其他的部位显现。袁柳庄在水镜神相中归纳有36阴质部位，比如双眼、天中、天庭、天门、天府、山根、年兽、准头、法令、地阁、眉角、命门、天仓、印堂、四子、四门、三阳、三阴、丹田等等。这些部位出现吉纹或者吉气喜色，亦可以补救面相中原有的缺陷，化凶为吉。反之，这些部位若出现恶纹或者恶气败色，则会由吉变凶。故相学中有阴质乃心田之灵苗，能唤回人之造化而变吉变凶的说法。阴质纹、阴德纹做好事善业得来，比如不少消防队员做上3到10年也会出现这种纹。大阴德纹呈网状，阴天更易看见。儿女宫上眉上出现为小阴德纹，天生得来，上辈的余德降在自己身上。一个人不论是做了亏心事儿还是善事儿，面相上都有相应的纹相出现。阴德纹一横或者两横，缺德纹表现为双颈或者竖纹，颜色光明润泽，不枯陷，有种黄而明的气色和纹路环绕，似纹非纹，有时不易发现。要看得见黄色纹路，要在休息或睡觉时皮肤松弛的时候看得比较清楚，或者在灯下和阴天亦会见到。做了一点亏心事或者一点点善事，在脸上不能一下子明显表现出来。如果做了大坏事或者大善事，或者坏事善事做得多，脸上也就会出现相应的纹路。善行表现为阴德纹，恶事表现为缺德纹。大体而言，缺德纹或者阴德纹常常表现在以下几个部位。一、印堂。印堂号命宫，主一生荣枯。人如果做了亏心事儿，或者祖上失德，或者前世失德，会有一条悬针纹。这条悬针纹上克父母，下克妻儿。这个克不一定是克死，很多都给父母妻儿带来很多麻烦及不幸。不过有了这个纹也不可怕，只要你一心谦善，
这个文相也可以转变，生活也会慢慢顺利，开始从倒霉转向如意了。2. 眼下，眼下称为子期宫、阴德宫，是主要表现一个人德行的地方。假如一个人从小眼下都是平满且有黄明之光的，是谓有素德有仙骨。假如一个人从小就有眼袋或者黑眼圈或者眼袋下陷，是属于先天精气神不足，先天肾虚，所以相法上说这种人子期弱，不容易生孩子，所以这种要勤修静，清心寡欲，广积阴德。广积阴德，做了很多善事的人，眼下会有1重或者2重或者3重细如丝的细纹，此纹系有光泽优美，是名阴德纹。若果善人行善，广利众生，眼下就会出现此纹。如若你经常行善，眼下出现了阴德纹，那么恭喜你，这是增福延寿、子贤孙贵之征兆。如果你常行不善之事，或者发不善之心，眼下就会发黑下陷。发黑下陷还是一般的，真正严重的是眼下出现竖纹，如针刺眼，此乃克子行孙之征兆。3. 脖子光亮，人要长生不老，青春常驻，脖子上的喉轮要打开。如果一个人的喉轮打开后，不管是100岁、200岁，脖子上都是不显老的。4. 法令纹，法令纹也是表现一个人德行的纹，此纹一般在中年后才出现。法令入口名饿死相，又名腾蛇入口。虽然法令入口不一定饿死，但最起码老来孤苦。此纹是随人的心态行为变的，行恶则入口，行善则可以把腾蛇入口变为贴口延长至下巴。这种法令称为寿带。如果你的长辈有这种法令入口纹，不要紧，反省忏悔，常行诸善，法令自然会延长过口。如果原先只有1条法令，后来行善改过后，在原先的法令上像树枝一样又生出1条，名双龙出海，既寿又富贵之兆，乃善业福报。5. 延寿毛相，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，不悔不疑，至晚年眉尾会生出3、5条特长的眉毛，此眉名五彩眉，乃德重望重，延年益寿之征兆。右耳内生毛，乃高寿吉祥之兆。又比如中老年人头发从额头日月角开始向后脱发，亦是吉兆。如果中老年头发从头顶百会穴处向前脱发，从里到外脱发，乃凶兆，德行欠缺之象，当止恶行善，转厄运为吉祥。当然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得知自己已经通过行善或者作恶改变了命运，但篇幅有限，略作提醒，以期众人了解命运乃是自己所做今生前世善恶因果报应所致。只要自己一生弃恶迁善，广利众生，命运也完全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。2. 如何积累阴德？ 1. 孝，百善孝为先。孝的意义一般表现为孝顺、孝敬等等。孝顺指为了回报父母的养育而对父母权威的肯定，从而遵从父母的指点和命令，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。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天地父母，父母被摆在极高的位置，更有孝敬父母胜过求神拜佛的说法。佛说有福的人请100个持戒高僧大德，100个仙人，100个朋友到装满7宝的地方，供养100千种上妙真善，垂璎珞，以百宝装，严床卧具，以百药治疗病。就这样做100千劫，意义万万年。这样得到的福德还不如一念孝顺心，用一丁点的东西供养自己的父母，侍奉自己的父母，不如供养父母功德的100千万分之一。圣严法师还专门撰文，父母是家里的佛，说明了供养父母是一种福报。2. 救人性命，正所谓救人性命胜造7级浮屠。小江之一直很尊重救命的医生、护士、消防、公安及其他工作中、生活中对待生命能伸出援手的人。佛教大正藏经集部佛说卖艺经中佛云：做100佛寺不如活1人，但后面又说了，活10方天下人不如守一日，人得好意，积福能量。其实这里的意义在于突出善念比善行更重要，因为善念之后一定会有善行。民间以救人性命为大功德，往往你救了一命，这家人往往感恩戴德，会
会一辈子以你为至亲来祈福、善待、交往。3、修桥铺路。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，都会说修桥铺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功德。只因修桥能渡千万人，铺路能利万千人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各处集资修桥修路的地方，都很容易看到镌刻着出资人名字的功德碑。在大理州建川县有座与金沙江上铁链桥同名的风雨桥金龙桥，桥亭上也有一副楹联：崇圣怀德寸心朝日月，修桥铺路因智继儿孙，由此可见一斑。4、放生。最简单的理解，放生其实就是救命。所不同的是，救的是非人类的命。中国受到佛教思想的熏陶，以众生平等的角度去阐释了放生的意义。在信佛的人看来，放生才是最大的功德，因为你的一次放生救的可是数量级的命。在民间习俗中，放生是经常被用来消灾化恶的一种方法。有些地方会用大规模的放生仪式，以救命抵命的方式来帮助那些身陷重疾、命里多灾多难的人。其实风水也好，命理也好，都要求我们心怀正念。风水命理的调整、声望，这些都是建在正念的基础上，让你好上加好。如果你是满心邪念，尽想歪门邪道、坑蒙拐骗，甚至用歪道邪术来达到你的目的，结果都不会很好，都会以失败而告终，而且必然会付出相应的代价。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印堂藏金钩是吉还是凶，百发百中。首先，在开始讲印堂纹路之前，我们先来简单的讲几个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几条纹路吧。第一，悬针纹又名一字纹，印堂中间若有一条直纹，称为悬针纹。六亲无力是非多，白手起家多行好。第二，入字纹生印堂，早婚不利奔他乡。印堂有入字纹，不利早婚，女主婚姻不顺，甚至二婚。第三，八字纹生印堂，此人在40岁前无有好运，过了40分后好运才来。第四，印堂有川字纹，此人命刚硬，只恐在8、9、10岁之前克天伦。面相纹理配合好着，中晚运容易为官为权，名利双收。第五，印堂有双道纹理，此人为人正直，有正义感，喜欢打不平，主白手起家。第六，印堂位于两眉之间，通过它不仅看出一个人的胸襟气概，更是判断一个人的财富运的重要参考。如果印堂宽阔、平满、色润有光，必然有过人的胸襟，待人宽容，常有好人缘，也不缺稳定的生意伙伴，因此做事很容易成功。第七，眉棱骨，即是眼眉骨的位置，眉棱骨凸起，又有肉包着，属大贵之象，代表此人奋斗心极强，毅力过人。第八，天仓指太阳穴的位置，全插天仓翼即颧骨饱满张横，颧骨伸展到太阳穴的位置，代表即使出身清贫，亦可凭自己的努力，或凭一个机会飞黄腾达。好了，说完这几个常见的纹路，我们就来具体的讲讲印堂之间的悬针纹、双雀纹、八字纹、川字纹、血光纹等，分别代表了各种不同的意外的灾祸。一、悬针纹，也称之为悬针破印，它是一个比较凶的纹路，像一根针一样穿过官禄宫到山根部分。有这种纹路的人势必神经衰弱，个性偏激，想做的事一定会做，不择手段，心狠手辣，勇往直前，不会在意别人的感受与想法，意志坚强，不怕失败。男命到老孤独，个性很强，很恶道，占有欲强，与这类人合作做生意多失败。女命悬针破印，克夫与断掌同义含义，环形子，如果纹路穿透点子，克死丈夫。破解方法：攻观音，多念经，放生，多做好事积阴德，以后悬针长角，
变成辅德纹，人的脸相与手相会因为人的心态而改变，人积善行德，必会有好的相貌出现，否则破产行克，克妻害子伤自身。很多贫民区的孤苦老人，不难在他们的面上可以发现到悬针纹。2. 双雀纹，印堂上有2道清晰可见的竖纹，被称为双雀纹，是典型的善纹。有此纹路的朋友，脑组织发达，事业心十分强，思想虽然保守却十分周到，为人处事上也有条有理，韧劲十足，不论男女都能取得令人羡慕的成就。有此纹路的男性朋友，性子宁折不弯，总会在无意间得罪一些小人；而有此纹路的女性朋友，经常与老公有矛盾，婚姻状况不是很好。3. 八字纹，八字纹的人劳碌命，40岁时容易有官灾口舌，女命防夫。左边的纹叫罗喉，右边的纹叫几都，两纹长短一样时灾小，两纹长短不一样，长时会伤害别人。右边比左面长时会刑克本人，待本人亦有牢狱之灾，所以我们也称这种纹路为刑狱纹。若是刑狱纹尾部有只角，可逢凶化吉。4. 川字纹，印堂之间有3道竖纹，为川字纹。川字纹的人，若是直透上天庭而边承胄马鼓起，则主人权势地位高，为社会梁柱；若是不直透上天庭之人，一生大起大落，白手成家，夫妻不和，不常生活在一起，无论男女，婚姻都会出现问题。男性容易克妻，而女性不懂得包容对方，因此婚姻常常以离婚收场。伤害纹侵入命宫，自右向左进入自己，脾气不好，克伤他人；自左向右进入别人，克伤自己。最后我们要分享的是，从印堂之形状气色观一个人的命运祸福。一、命宫光明，超群之势，印堂开阔，手操大权。所谓命宫，就是印堂。顾名思义，印堂就如生命之宫般，在面相中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。命宫一片光亮开阔者，大多心胸坦荡，眼光长远，胸有大志，有王者风范，能够做出一番大事。从相书上来说，印堂生的开阔光明，便如大开了人生的胜利之门，其人自然容易发运；若是其他部位生得好，便是大贵之相。2. 印堂色明，升官发财。正常的印堂应是肉黄色，有点明明的黄色者，大多心情愉快，而黄色代表富贵，说明最近有官场升迁或有财气上身。3. 红光满面者，春风得意，多逢吉事。所谓面相，其原理是从一个人的长相、行为习惯以及他的气色来判断一个人。而红光满面者，一般身体健康，做事如意，心情快活，所以就直接显到了脸上。不过这红指的是偶尔的红，是因喜事所激发的红。若是长年累月都泛红的话，那就要小心了，多半是高血压或是心脏血液循环方面出了毛病，一定要及时看医生。4. 相路气暗，祸患风云。印堂发黑，命不久矣。从医学健康上来说，如果有心事或是不良信息影响，命主便会因此而脑组织运转不正常，从而其脑波及脑压也不正常，便会出现青、赤、黑之气色。所以说，脸色印堂发青发暗或发黑者，身体必不健康，事必不顺，心情必不佳，正处于多事之秋，一般会有口舌是非、小人损财和灾变之故，一不小心就会大难临头，祸端多多。如果再加上两眼无神的话，可能会有血光之灾或火灾。5. 酒尊气恶，酒色旺身，贫门色开，欢愉妻妾。一个人眉眼之间一看便充满淫邪之气，这样的人
必是酒色财气、花天酒地之人。若是不改，大多伤身，事业不成，后果堪虞。6. 女子印堂过宽者，为人单纯，容易被骗。对于女孩子来说，印堂一指半宽左右刚好。若是过宽，说明此人比较开朗开放，没有主见，是个头脑缺根筋的人，很容易被骗。所以亲人中如有此类印堂者，一定要从小教其注意保护其身。7. 印堂太窄者，心胸狭窄，运道不通，寒酸贫贱。所谓太窄，是指仅有一指宽左右，此类人一般喜欢钻牛角尖，凡事想不开，生活苦闷，个性上还比较急躁好胜，总是情绪化，得失心太重，以致总蹙眉头，更显得眉间闲窄。这类人不仅很难开心起来，而且难成大事，多一生贫贱。更有甚者，还有眉毛连在一起没有印堂者，此类人不仅贫寒孤苦，而且难以长寿。8点两眉所印者，事业多破败。所谓的两眉所印，是指两眉间距不到2指宽，经常眉头所起愁眉不展的样子。两眉所印的人一副想不开、不开朗、心有千结的样子，此类人大多个性急躁情绪化，喜钻牛角尖，往往会因此而影响思考能力，以致出现脑筋短路的现象，最终又因过于好强而造成事业上的破败。9. 印堂有竖纹者，大多心事重重，心绪不宁，多劳苦多虑，不仅身体健康不佳，且是多不顺。此类纹路的生成，往往是因为命主性子不够开朗，多忧愁劳苦，经常皱眉而形成的。若是竖纹太多者，则说明此类人喜欢杞人忧天，神经质易招人怨厌。不过若是青少年便有此类纹路的话，学非所用，读书不成，功名无望，还要小心会有违法犯罪的倾向。若是到了中年以后还没有长纹的话，则说明此人很少动脑筋，不喜欢做深度的思考，也是难成大事者。10. 悬印破印者，招灾行克。印堂的竖纹像悬着的针者，也叫悬针纹，是凶纹。乡书上说的是，不只会招灾，而且会行妻克子，到了中年还会有破败不测之祸，是需要小心化解的类型。11. 好的印堂的条件：一要平整宽齐，2则两眉间不可冲印，也就是没有杂毛；3则无恶纹恶痣，要像印章一样四方方的，要有2指宽左右。12. 好印堂的命相：少年人印堂光润如镜，宽广平满，必定少年得志，学业有成。中年人印堂有事，运势亨通顺畅，处处有贵人扶助。晚年印堂好，快乐无忧，安逸而清闲，附庸风雅的享晚福。总结：如文中所说，印堂在面相之上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，若是印堂不好，其他五官再好也终究不行。若是印堂生得好，五官不好，尚可进行一定的纠正。总之，命宫之相小看不得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江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江之主要给大家讲讲面相出现这7种变化，你会越来越穷。所谓相由心生，当我们的心境跟着改变的时候，面相自然也就会发生改变，届时我们的运势也会随之改变。所以说，面相7年一变，这7年就是一段心态转变的时间。当面相发生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察觉不到，但当面相彻底改变后，我们就会看出来。面相的改变并不是什么稀有的事情，毕竟每一个人的境遇不同，他们的经历和心态以及性格都会有天差地别的差异。就连一个人7年前的自己和7年后的自己也都是不同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面相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。所谓的相由心生就是这个道理。
如果一个人在7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很多困苦，整个人都充满了偏激和愤恨，那么这个人的面相就会慢慢变得凶狠起来。但是如果一个人在这7年里一直在安逸的生活，那么这个人就会慢慢失去了斗志，届时他的面相就会显得很颓废，整个人都没有朝气等等。以上都是面相因为我们的经历和心态发生改变的例子。所以为了保证自己有一个高颜值，那么最好时时刻刻保证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态。有了好的心态，即使一个人处于贫寒之中，那么7年后也会有一个十分漂亮的颜值。但如果一个人没有好的心态，即便处在了富裕的环境中，7年后的你的面相也可能变得丑陋。一个好的面相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运势，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更加顺利。但是一个不好的面相就会导致我们事事不顺，故而我们绝对不能轻易忽视面相带来的变化。那么越来越富或者越来越穷的人的面相都有哪些变化呢？接下来小酱汁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。1. 越来越富的人有哪些面相变化？ 1. 头发突然变黑变亮了。千万别小看头发，头发暗示变化往往是最快、最直接、最灵验的。头发突然变黑变亮，说明你这人的气血由原来的弱变旺了。用中医的话说，就是气血足了。气血足肯定就精神好，所以我经常强调一句话：精神好，运气一定好。因此你每看到大富大贵或者有喜事好事的人，都绝对是容光焕发的，肯定没有头黑脸黑的。如果你近段时间或者这1-2年来头发突然变化很大，变得乌黑发亮，说明你一定要有好事，好运要来了，未来的你一定会越来越富。2. 眼睛变得炯炯有神。有人说这个是不是带点主观性？就是说你看是炯炯有神，他看不一定是炯炯有神。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标准，就是眼睛里黑白分明，神采出入自如，这是精力好、精力充沛的象征。精力好，看事情做事情就清楚，思路清晰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所以如果你的眼睛由原来的暗淡无光突然变得很有神采，当然不是人为修饰的情况下，也说明你的好运气要光临了，财运也会越来越好。3. 鼻翼突然变厚。也有人会奇怪，这个鼻翼不是固定了的吗？怎么还会变？当然会变化，面相时时刻刻都在变，这是真理。只不过有时因为过于细微，不为人所留意。有些人没有钱之前鼻子普通的很，一旦有钱，鼻子会变挺直，甚至有的人更夸张，鼻翼会突然变厚。这个现象预示着一个人要开始走上财源滚滚的好运了。如果你是男人，也有可能预示着会娶一位得力的妻子。4. 下巴变得丰厚。下巴历来被我们视为是我们的福气之所在，所以如果一个人的下巴变得越来越丰厚的话，那就说明其自身的运势也在不断的提升，从而使生活越来越富有。此命生人不仅自身运势十分强盛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其身边人的运势也会随之水涨船高，进而促使其生活更加的美满幸福。5. 耳垂变得硕大。虽然我们的面相会随着体重的增加出现些许变化，但是耳垂却几乎是不会发生变化的。如果一个人的耳垂突然之间变得十分硕大的话，那么就说明其自身的运势也在不断的增长。如果命主能够在这时及时抓住机遇的话，其未来生活必定会迈上新台阶，进而促使人的生活更加的圆满安康。6. 指甲变得有血气。运气不好的时候，很多人的指甲是白的，这时往往运势不好的。但是这样的指甲到了某一年突然变得有血气起来，也就说明好运要来了。指甲的变化也跟气血有关，人算一个整体，身体变化跟财运皆有关联的。如果指甲开始变得有血色，这也就说明此人近期的财运在回升，将来也会越来越富有。2. 越来越穷的人有哪些面相变化？1. 印堂深锁，常皱眉头。印堂位于两眉之间，有成命宫，对一个人一生的运势产生重要的影响。而印堂紧锁是指印堂处有很多的杂毛和杂纹，这种人一般内心比较压抑，经常愁眉苦脸，时间久了眉头都会变得发暗发黑。
这种人一般做点什么事儿都得思索好久，很有城府和心机，为人非常挑剔，时常会感觉到不快乐，好像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们似的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时常板着一张脸，所以人缘非常的不好。而印堂位置代表人一生的钱财、事业和婚姻运势，即使有钱也难以守住，会越来越穷。2. 满面黑云，脸上凸显黑色并且透出皮肤的表层，要是额头灰黑色，显示出家里祖上丁忧之患。如果2个太阳穴连接颧骨都是黑色，男主丧妻，女主丧夫，皆主家运破败，大破财运的信息。3. 手掌变得平薄，干枯无力。在手相中，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厚实有弹性的话，这种人一般身体比较的健康，非常的有活力，人也很聪明，事业财运都非常的不错。而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开始变得平薄，掌心也非常的平的话，这种人财库薄弱，没什么财气，挣钱也比较辛苦。而手掌干枯无力的话，大多因为年幼时营养不良所引起，说明从小家庭条件比较差，身体素质不太好，从小吃不少的苦头，从而财运受损，一生辛劳。4. 腮部无光泽，人的运势也会从腮部的色泽上看出。如果一个人的腮部时时红润有光泽，则说明此人好事临身，鸿运势不可挡，日子也过得舒适安逸。如果一个人腮部无光泽，皮肤也干涩如枯，笼罩一层灰色，则表明此人近期诸事难遂，事事操劳辛苦。5. 鼻头赤红，鼻子影响着人的财运，鼻头如果出现红疮或者赤红不退，这代表此人近期财运会受损，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，赚钱困难，存钱也不易，财运自然会越来越差。所以如果你有了此面相，在未来的日子里就应该收敛自己，不要贪图享乐，及早控制不良嗜好，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。6. 毛发干燥，如果最近发现你的眉毛或者头发都比较干枯的话，色泽有些发黄，则说明你最近财运不佳，需要多加注意，这也是面相上的一种变化。当面相出现这种变化时，就应该尽可能的管理好自己的财物，避免浪费，同时也要尽可能的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赚钱上，这样一来才能避免给自己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，否则财运下滑，不但容易收入会受到影响，而且还容易破财，这样一来经济压力只会越来越大。7. 额头发际线变尖明显，这里是指额头上的发际线表现出十分尖锐的外形，面相上对于这种发际线也有着美人尖、美人拙的说法。一般来说，额头拥有这种特征的人，身体健康不会很好，而且缺乏正确的理财观念，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容易遭遇破财。古语云：有心无相，相助心生；有相无心，相随心灭。就是说，一个人的面相和他的心是分不开的。运随心转，一个人的近期运势同样也会显示在他的面相之中。想知道你的近期运势是好是坏，观测一下自己的面相，你就能给大家讲讲脸上有酒窝到底好不好。很多人都喜欢带着酒窝的女生，微微一笑，甜甜的，而且不管怎么看都特别的可爱。这是大家从旁观者角度来分析，若是从面相上看，酒窝也隐藏着很多秘密。那么酒窝到底隐藏了哪些秘密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可爱，讨人喜欢。小酒窝一般多出现在女生脸上，而脸颊有酒窝的女生一般都是很标致的美女，所以也难怪大家说脸颊有酒窝的人是神的宠儿了。这些脸颊上有酒窝的女生天真活泼，显露出来的是一片纯真的心，所以特讨人喜欢，尤其是讨长辈或者老人家的欢心。面对这些面相的女生，老人家们又是欢喜又是怜惜的。当然，其实也会出现在男生的脸上。这类面相的男生比较斯文乖巧型，所以同样特受长辈的喜欢。因为受疼爱和喜欢，所以脸颊有酒窝的人生活里都是充满了幸福和欢乐的。这也是大家为什么说脸颊有酒窝的人容易得到幸福。
2. 异性缘虽好，却感情挫折多。脸颊上有小酒窝的人，不仅讨长辈的喜欢，其实异性缘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其实脸上有酒窝的人笑起来是特别的好看，所以也会有种引人情不自禁多望几眼。但是异性缘太好，感情就容易复杂，也容易出现很多的烂桃花。相对来说，脸颊有酒窝的人感情的波折很多，心灵也受到很多的伤害。而且脸颊上有酒窝的人自小受宠爱，多少也有些任性，所以在感情上难免也有些脾气大、无理取闹的事情，所以感情上起伏也是比较大的。有时候感情丰富，桃花旺，却不比一直安定的独桃要好哦。3. 晚年运势不太好。因为脸颊上有酒窝的人，年轻或者小时候都是挺讨人喜欢，受人疼爱，所以大多数人对脸颊有酒窝的面相误解，认为那是很好的面相，其实在相学上是不吉的象征。不过脸上的酒窝是在预示晚年的不吉，有酒窝的人越是随着时间接近晚年，就开始感觉运势各方面开始下降。脸颊有酒窝的人要想可以安稳度过晚年，还是趁着年轻的时候多做一些善事，给自己积福积运吧。所以晚年运势不好的现象有没有显示也是因人而异的，毕竟脸颊上有酒窝的人都是比较单纯善良的人，只不过家庭的教育不一样，很可能会有些人会比较的任性霸道，为人有些高傲伤人了。但凡是友善，终会利于晚年。4. 有酒窝的人容易招惹烂桃花。在面相学上，有酒窝的人很容易招惹烂桃花。或许大家认为有酒窝的女生应该长得不错，即使没有精致的五官也很甜美，这种人的桃花运应该不错。的确，有酒窝的女生桃花运不错，但是招惹烂桃花的运气也不错，很容易出现遇人不淑的情况。有酒窝的人性格都非常随和，异性缘很不错，但是偏偏感情道路并不顺利。5. 有酒窝的人脾胃不好。从面相学上来看，有酒窝的人身体很容易出现一些小毛病，尤其在脾胃方面，比一般人的健康状况要差一些。因为酒窝会影响到法令纹的宽度，从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，令脾胃功能大大下降。因此，建议有酒窝的朋友们平时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脾胃健康，千万不要大意哦。6. 有酒窝的人不适合创业。从面相学上来分析，笑的时候有酒窝的人不适合自己创业。小酱汁认为，这种人经常会遇到一些虚伪的人，对自己不利，而且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烂桃花，没有太好的人际关系，因此对于创业来说会产生很大的阻力，一定要格外注意。另外，酒窝正好对应着奴仆宫，如果这个地方塌陷，就代表着这个人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。在人脉至关重要的今天，没有好的人脉，想拥有自己的事业很困难，这就是酒窝背后隐藏的秘密。不知道大家明白了没有？如果自己脸上有酒窝，天生的去不掉，就多多注意，尤其在交朋友时一定要睁大眼睛。人品不好的人千万不要和他们来往，小心让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。7. 单边有酒窝的人脾气不佳。只有单边长有酒窝的人性格并不十分柔和，他们十分有个性，性子有特点，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不愿意收敛自己的锋芒，因而他们很容易触碰到他人的禁忌，因此被他人记恨。单边长有酒窝的人往往在交往中不注意细节，不会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，而是性子直爽，想表达什么就表达什么，也不会注重表达的方式是否适合某种场合，以至于与他人产生长期的怨恨和矛盾。
在某一刻爆发时难以收场。除了酒窝，还有梨窝。那么有梨窝的人面相怎么样呢？你们知道吗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1. 心思缜密。有梨窝的人心思缜密，对待工作非常的认真，他们做事相当的周全。这种类型的人和同事相处融洽，但总是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，有时候真的让人感觉他们城府很深，其实他们是害怕被人欺骗。有梨窝的人并不是真的活泼开朗的，他们给自己很大的压力，希望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。2. 感情慢热。有梨窝的人是一个感情慢热的人，他们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总是会紧张，要么会淡淡的笑表示回应，要么面无表情。这种类型的人不知道如何与别人相处，尽管很多人会因为他们的笑而喜欢上，有梨窝的人对待朋友还是很重情义的，一旦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，说明你是很重要的人。3. 不屈不挠。不过有梨窝的人也是非常不愿意屈服他人的人，他们有自己的目标和理想，一直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他们可能现在能力还不足够，但不是说放弃就放弃的人。这种类型的人面对困难和危险更加觉得有挑战。有梨窝的人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他们的爆发力很强，然而很低调。4. 机会很多。他们其实不用靠别人，通过自己也能够改变命运。然而自己魅力真的太大了，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喜欢和他相处。相处久了，你就会发现对方一点架子都没有，相当的内敛稳重。有梨窝的人朋友很多，所以遇到的机会也就多。只要他们能够把握住机会，他们更加有好运。5. 温暖体贴。对待身边的人非常的大方细心，他们的包容性很强，总是默默的付出，默默帮助身边的人。有梨窝的人其实笑起来很好看，他们没有太大的烦恼，做什么事儿都是顺顺利利的。不过他们也没有因此和朋友产生距离。有梨窝的人值得让别人爱。6. 非常孝顺。自古我们都讲究百善孝为先，在老祖宗的眼中很看重一个人的德行，尤其是否孝顺父母。而左边有梨窝的女生就非常的孝顺，无论遇到什么事儿总是先考虑父母，时刻把父母放在心里，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。逢年过节总会想起要给父母打个电话，买点礼品，是孝顺的好榜样。7. 桃花运旺。右边脸颊有梨窝的女生无形中有一种吸引人的魔力，尤其受异性的欢迎，有什么困难总有人争先恐后的来帮助，不用担心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解决。但是太过于受欢迎了，以至于很难找到真爱，遇到那个对的人可能要花费一番时间来沉淀自己，直到遇到对的人。8. 容易得到幸福。梨窝一般多出现在女生的脸上，而脸上有梨窝的女生一般都是很标致的美女。男生有梨窝一般也都很可爱帅气，梨窝和酒窝一样都是很可爱的象征。脸上有梨窝的人天生可爱，天真活泼，特别招人喜欢。特别是有单侧梨窝面相，尤其会得到长辈或者老人家的疼爱和喜欢。有长辈或者老人的照顾和呵护，通常都是最幸福的。所以脸颊有梨窝的人生活里都是充满了幸福和欢乐。从上面的视频大家了解到了梨窝和酒窝面相代表的含义吧。其实不管是酒窝还是梨窝，都是东方美女的象征，而且都比较容易得到幸福。总的来说运势还是不错的。好了，知大家讲讲面无善纹，脸上10大凶纹，婚姻不稳，一辈子操心劳神。相学中有云，相无善纹，就像面无善痣一样，面上有纹皆为凶，
今天我就为大家介绍18种比较常见的面部凶纹，一起来看看吧。1. 颧骨有破颧纹。颧骨被称为权力之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欲望、野心、性格和成就。如果眼睛下方有斜纹横穿到颧骨之上的话，在相学中即称破颧纹。颧骨代表着一个人的主见和魄力，这种人一般很有想法，但是意志不坚，导致事业不稳，容易导致权力和钱财方面的丧失。女人破颧纹主克夫，男人破颧纹主官司。2. 鱼尾纹多者。鱼尾纹位于眼尾与眉尾处的位置，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夫妻运势与婚姻运势等。而一般鱼尾纹的位置长得杂乱无章，看起来杂纹长得比较多，则这样的人对待个人的感情非常的不专一，破坏夫妻间的感情生活，而且出轨的几率非常的高，常常会出现破财败运的说法，所以注定这样的人家庭事业都不顺利，一生受苦受累。3. 嘴边多纹如搓囊。嘴巴代表着一个人的享受欲和对待感情的态度。如果一个人的嘴角附近纹路较多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心高气傲，不会轻易的服人，为人骄傲自大，缺乏学习精神，心态放松，喜欢在背后说人是非，一生比较的贫穷，晚年也非常的悲苦凄凉。4. 眉毛中有纹者。眉毛在相学中为财帛宫、兄弟宫、情缘宫和保寿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脾气、感情和人际关系。如果一个人的眉毛中间有纹的话，代表着财运不畅，容易造成投资失败，钱财损失较多，也容易交友不慎，容易被这些朋友坑骗或陷害，比较倒霉，命中刑克兄弟，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也比较紧张。5. 额上华盖纹。华盖为孤独之星，仅有一条，纹尾上翘且不能中断，常有此纹者一般性格比较的极端，刑克配偶，晚年缺少照顾，子女多不孝，生活比较凄凉，晚年生活非常的无望。虽然个人能力非常强，但是一生辛劳，纹越重，则越容易陷入孤独。6. 泪堂有井字纹。所谓的泪堂就是我们所说的卧蚕，若是在泪堂的位置常有井字纹，被称之为三阴三阳。所谓的三阴就是指泪堂又称为三阴三阳，三阴即太阴、厥阴、少阴，三阳即太阳、阳明、少阳。一般长有这样的恶纹的人，子嗣不兴，尤其是在眼小的纹路纵横交错，更是3代少子孙，子女运势不会特别的强，没啥大的出息。7. 破颧纹。所谓的破颧纹，就是有纹路或是斜纹穿过颧骨，而颧骨在面相中代表的是权势与财势等，一旦有斜纹穿破颧骨，要么是有小人上门，阻遏自己的升迁之路，板上钉钉的事情会泡汤，或是最近会有破财的事情发生，主刑克自己的伴侣，有官司缠身，与人发生经济纠纷。8. 法令纹有断裂。法令纹是指从鼻翼向嘴角处延伸的纹路，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权力与统御能力等。一旦法令纹出现断裂，或者是有明显的断节，则这样的人命中主破败，刑克自己的伴侣，而且一般这样的人败家破财，赚钱赚得非常的辛苦，一辈子都是非常的辛苦劳碌，也赚不了大财。无论男女都是劳碌命。9. 肩门有纵纹。在相学中，若是肩门的位置常有纵纹，被称之为肩门举枪，尤其是纹路看起来非常的清楚明亮，则这样的人夫妻生活也不是特别的美满，夫妻间的关系也会非常的紧张，夫妻间的矛盾争执也会非常的多，离婚的几率也会非常的大，夫妻间的生活不美满，一辈子都过得比较辛苦，容易有多婚命。10. 额头有燕字纹。所谓的燕字纹，
就是指在额头上的乱纹与杂纹。而拥有此种纹路的人，一般的情况下，自己早年的运势发展不会是特别的强，天生就是劳碌命。他们一般的情况下，出生的条件运势不佳，无论是做什么个人的发展也都不是特别的好。而且此人凡事都得依靠自己，早年父母靠不上，晚年儿女指不上，注定一生辛苦奔波。11. 额头有悬针纹。悬针纹是在两眉的正中间，外形像竖立着的针。长有悬针纹的人非常记仇，性格顽固，没有包容性，凡事都爱斤斤计较，吹毛求疵，而且经常疑神疑鬼，不管什么事情都觉得是他人对不起自己，和别人一旦发生了争执，就喜欢暗地里报复别人。此纹平常是看不出来的，只要爱皱眉时出现的人，主劳心劳碌，不光是夫妻生活会遭到影响，而且人缘也不好，跟那个都合不来。所以有很多孤老的贫穷老人都长有悬针纹。12. 山根有横纹。山根位于两眼之间的鼻梁处，若是在山根处有横纹，则这样的人事业受阻，中年运势不强，甚至还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。而山根处断裂，或是山根处的杂纹较多，则这样的人做事毛躁，凡事都会以自己为主，一点的是非观念也没有，对婚姻不利，很难获得幸福。所以无论男女，山根处一定要丰隆饱满才行。13. 抬头纹早现。抬头纹就是指在额头上的纹路，常常许多人一抬头就能够看得到，多看中年的运势。但若是年轻轻就长了不少的抬头纹，看起来非常的杂乱，则一般这样的人自己的福气运势不佳，个人也没有啥大的智慧，甚至早早就要辍学赚钱，一生都在底层工作打混，很难会有出头之日。所以他们握住的钱财不多，自己的事业也很难会有好发展。14. 鼻梁有乱纹。鼻子主财，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财运与事业运势等。而且鼻子在相学中更是有财帛宫及恶宫的说法，所以在鼻梁处的位置长有杂纹或是恶痣，都会严重的影响到一个人的财运与事业运势等，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会非常的不利，甚至还会因为疾病而引发贫困。所以这样的人一生都会过得比较辛苦，日子难以有啥大成就，庸庸碌碌一生。15. 苦泪纹。与抬头纹早现一样，苦泪纹就是指法令纹早现。而且一般的情况下，拥有这样恶纹的人，早早的就要为赚钱养家而发愁。而且这样的人一辈子都没有清闲的时候，结婚前需要帮助父母赚钱养家，结婚后则需要为妻子孩子操劳一辈子，一点都不敢休息。而且拥有此种恶纹的人，个人的胆子也会非常的小，就算是有赚钱的机会，也会因为害怕失败而破财。16. 伤害纹。所谓的伤害纹位于眉头的左侧，是一条单独出现的纹路。长有此纹的人大多心思非常的重，整天脑里装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容易被各种事情所干扰，导致情绪经常陷入到焦虑之中。这种人对情绪的控制力非常差，一旦发起脾气来，就会不管不顾，非常的冲动，容易做出一些伤害他人的事情和行为。一生劳累而操心，性格沉闷不开心，日子过得非常凄苦。17. 八字纹。所谓的八字纹指的是印堂部位长有2条如八字形状的纹路。长有此纹的人大多野心和欲望比较的强烈，但是个人能力不足，经常会给自己树下一些很难实现的愿望，而且内心比较的纠结和矛盾，心胸也非常的狭窄，经常为了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计较个不停，搞得自己非常的忧愁和焦虑。男人有此纹，一生比较的窝囊，劳累而奔波，
但是却难有什么成就。女人有此文，嫉妒心和好胜心非常强，见不得别人好，内心非常的不安分，一生操劳而辛苦。18. 川字纹，如果印堂处长有3条竖直的纹路，看上去就像一个川字一般的话，称为川字纹。长有此纹的人大多头脑非常的固执，做事不知道变通，想法容易不切合实际，做起事来也是眼高手低，能力不足，却总想干一些大事情，而且遇到困难就会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去开脱，内心戾气较重，情绪也是反复无常，喜欢推卸责任，人缘非常的差，与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的僵，遇到困难时也没人出手相帮，一生奔波劳碌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